之前我一直说手机行业变得非常无聊，但现在我得收回这个话。现在手机上面都能长出云台了，我真的觉得不无聊了。这个是荣耀的 RoboPhone， 这个手机真的很神奇。我相信你最关心的肯定就是这个模块，而不完全是手机的本体了。而且除了这个模块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想提的就是这个叫做阿莱的公司和荣耀合作了。如果说你不知道阿莱是什么品牌的话，你看这些奥斯卡奖的电影都是使用阿莱电影机来拍摄的，可以说是电影机行业真正的王者。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阿莱从来没有把他们的 logo 打在任何手机厂的发布会之上，但是这一次他们做了，这也说明荣耀还有阿莱他们做的东西应该不是噱头。你在这里会看到一个叫做阿莱电影的模式，你点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界面，然后你会突然发现这个手机的颜色变了，而且变得非常非常独特。因为这个模式之下，它使用的是阿莱这个电影机的色彩，并且有它的 log 曲线 log C3。我相信你会好奇，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有东西？所以不如这样，这一次我们不是单独放它的样片，我们拿一台真正的阿莱电影机放在它的边上，你看看你能不能够猜出到底谁是谁。好，那么现在我们公布答案 ，A 是阿莱的这个艾丽莎 mini 所拍摄的画面 ，B 是荣耀的 RoboPhone 所拍摄的画面。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其实我觉得单看颜色的话，你乍一看可能真的是会被唬住的，因为荣耀是真的在和阿莱深度合作，我也确认过，的确就是做阿莱那个电影机的工程师，在做他们这边的这个色彩合作和开发，所以他们整一套色彩管线都搬到了 RoboPhone 上面，真的不是噱头。那为此，他们菜单里面你能看到有好几种阿莱调制的独特的 LUT， 理解一下就是一种独特的滤镜，你用来尖看或者直出的效果，我坦白说真的还挺不错的。而且有了 log C3 之后，你会发现 RoboPhone 带给你的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画面的质感。你看，这个是直出的色彩，这个是阿莱这个模式拍出来的，不仅仅是颜色变了，而且它的锐化，你看这个锐化的地方是不是少了很多？画面的数码感被大大降低，它的色彩管线呢，确实也和这些更大的阿莱电影机是比较近似的。那如果说你要说哪里有不同，我觉得也挺容易发现的，就是它的景深、它的高光还有暗部细节的差别。但讲真，这个我也没有抱太大的预期，毕竟它的传感器大小还有它的型号都是不一样的。那量化测试我们也替你做了，那目前 RoboPhone 可用的动态范围在12到13档左右，对于手机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那整体画质我们也拿来和 iPhone 和 Pocket 对比了一下，那解析力上三者乍一看几乎看不出区别，但仔细放大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 RoboPhone 画面中的锐化会多一些，相比之下 iPhone 和 Pocket 画面会更自然一点。而且虽说 RoboPhone 支持主摄和长焦的 4K 60帧的 log 视频录制，但是各个格式之下你都很需要注意你的曝光，否则会得到这种不是很好看的噪点。不过在设置正确的情况之下，你要我说 RoboPhone 的画质对于手机屏幕上观看已经非常够用了。那么好，讲完了这个 log C3 这些专业的东西，我们差不多得来看看它的机械结构，毕竟最终还是要看它用起来好不好使，它的这个稳定啊什么的。那我们就来试试吧。荣耀的 RoboPhone， 它耐用吗？它好用吗？随着像 Pocket 这样设备的兴起，大家会发现3轴稳定还是有它客观的优势的。所以荣耀选择造它的意义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用户能够更简单的拍到比过去手机更稳定的画面，并且有一些独特的运镜技巧。那虽说荣耀这个云台确实比 Pocket 要小了一圈，但实际上它的电机力度我们测下来还是挺大的。从防抖效果来看，你看这个是没有任何后期防抖的，它的效果是不是还挺出乎意料的？不管你是走着拍还是稍微跑一下拍，它都能稳得住。只不过你得注意，这个小云台因为物理的限制，它的 Z 轴的稳定效果和 Pocket 比是有着一些差距的。你还是能在运镜的时候看到这种上下微微起伏还有左右摇摆的情况，所以我会推荐你在一些只需要单一运镜的场景之下开启这个超强增稳模式，效果会明显好一些。而且我们之前在 Pocket 和 Luna 评测里面都有提到过，这种云台有一个独特的问题，叫做云台打轴，就是你快速转的时候会碰到它的线位。那 RoboPhone 其实设计的是不错的，它的线位角度是比 Pocket 都要大一些的，但是实际上因为它云台比较小，所以反而会有一点容易撞到线位。
但整体来说影响没有这么大。可能唯一你在自拍还有智能跟踪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得牢，但是不一定能够跟得过去，就会撞到这个轴的位置，会稍微有些限制。我挺希望未来能够有更优秀的一个云台结构设计，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这个打轴的问题。那么好，我们既然讲到了打轴，我觉得你肯定会问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突然有人打了他一巴掌，他这个东西会不会坏掉，会不会摔坏掉？我的 fuck 好就好了，来，但是荣耀呢，它尽可能让它不坏。你看，就如果我摔它，它会跳出一个云台保护模式。简单来说呢，就让这个云台软掉，这样的话摔下去能够稍微卸掉一点力，会好一点。那荣耀也知道，如果说只做这些防护还是不够，所以他们干脆又给这个手机配备了这样一个系统，滑盖。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爽的，有一种很像就指尖陀螺或者这种东西的感觉，然后你收起来总觉得像是在进行一个超人变形。那看到这个盖板的结构，我相信肯定有朋友又会冒出对应的问题了。那 Tim， 你这个指纹按上去了怎么办呢？你问的非常好，这个盖板当然可以划开，你可以擦干净。那时候肯定有朋友又会问了，那 Tim， 如果说我现在把这个云台先片出来，然后我悄悄的用手去摸它里面，那这个里面怎么擦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确实就没什么办法了，你只能强行塞个布进去擦一擦，但大概率你手指是不会碰到里面的。但是这个滑盖系统我真的觉得还是挺天才的，我们公司给它 DIY 了一个很独特的东西。你看这玩意，它是一个滤镜快速切换系统，只要这样一滑就能够切换 ND 滤镜，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我相信未来如果这个手机真的卖火了，应该会有很多第三方厂商围绕这个滑盖做一些有意思的配件。那讲到这里，我相信你也知道了 RoboPhone 这个云台设计注定会让它的玩法变得非常多。你会发现它用起来和 Pocket 和 Luna 这样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一体化的设备，你省去了多带一个设备的繁重，省去了设备间数据传输的繁琐，并且还有不错的画质。这也意味着你在日常使用它的时候，过去用稳定器才能拍到的画面，现在只要拉出手机按一下上升就能得到。RoboPhone 我觉得对于日常拍摄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前置摄像头现在画质和它的主摄是一样的，因为可以翻过来拍，所以你这个主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既稳定又清晰，真的非常有优势。那虽说这次 RoboPhone 的传感器相比别的旗舰手机要稍微小一些，是 1.28英寸，这是它的主摄像头。镜头焦距选择上呢，我觉得也有一点点问题，它选的是23毫米，和 Pocket 20毫米一比，你会发现，这样明显显得脸会大一些，所以你需要把手给拉得很长，才能框到身边的人。而且 Pocket 还能够通过增广镜来获得更广的画面，但是 RoboPhone目前你更多只能用个自拍杆才能实现这一点，前面没有办法加装增广滤镜所以逻辑上我觉得对于家人还有朋友或者多人的拍摄场景，目前的这个镜头焦段不是最好的体验。而且我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就是它屏幕间看的大小我觉得也很重要。目前你使用这个云台来拍摄横屏视频的时候呢，你只能使用到屏幕中间这个比较小的横屏画面，虽然已经比 Pocket 的监看画面要大不少了，但是还有这么多的空间可以用，稍微有点浪费。那如果说你想要用整块屏幕来取景的话，你现在只能采用这个裁切的 2.8K 竖排模式来获得一个没有那么好的画质，所以还是挺遗憾的。同时在云台模式开启之后呢，你也只能使用这颗主摄，没法调用超广角或者长焦。如果你想拍更远的画面呢，现在只能通过机内裁切，这和 Pocket 4P 还有 Luna 这种双摄云台相机相比呢，那肯定是有差距的。并且你要控制云台，只能用它的虚拟摇杆或者虚拟按键，你不能用它做到一些非常非匀速的云台运动，所以运镜难免会有一点点机械。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摇杆的位置有点靠下，你会发现你在用它的时候，你的重心会很难控制。我挺希望荣耀能把这个手机的画面往上移，然后把摇杆放在这个位置，这样用起来会更舒服一点。甚至我在想这个云台设计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我觉得在未来，如果是折叠屏手机用到了这个技术，其实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因为监看画面会大大的变大，然后它综合的镜头使用、资源调度也会更合理一些。但是当前面对一个直板机，你问我怎么样用更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类似于这样，就是相当于腰屏取景，这样拿着来拍，这样看其实用起来会更顺手一些。
RoboPhone 你用它拍照行不行？那的确没有任何问题，毕竟它有3个摄像头，传感器和镜头参数也都在目前的主流水平，它有双2亿像素，所以你用它拍的照片还是支持你像这样放大去看细节的。那虽然2亿像素计算时间很短，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太短了会出现算不好的情况，得到一张细节没有达到预期的照片，也没有标准模式的 HDR， 还有一些 AI 修复。而且如果你在相册里面去处理这些照片的时候，你换一个滤镜调整一下参数，它就会默认把你2亿像素的照片或者5000万像素的照片变成1200万像素，甚至更低，所以有点奇怪。我觉得更新一个固件就能让它变得更好一些。那同样让人觉得有些拧巴的地方在于 RoboPhone 目前它的眩光，我觉得做的不算最好。这应该是我们有史测过最复杂的眩光了，因为它有2种形态，一种是这样的收纳模式，一种是这样的云台模式，它们2者的眩光表现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测试之下，收纳模式的眩光触发角度大概有40度，云台模式最容易拍到眩光，触发角度大概有50度。所以如果想要最好的眩光表现，其实是把它收进去拍会好一些。一旦云台露出来了，我们挺建议给它贴一小圈胶带，这样的眩光会减少很多。RoboPhone 目前用下来，其实我们觉得它的整体设计和完成度比我们想的要高很多，真的不是一个概念级的水平了。但是它的发热是我们觉得比较核心，你需要注意的一点。在我们的测试之下，开启云台的 RoboPhone 和收纳模式，在屏幕最高亮度用主摄拍摄 APV 编码之下，它 4K 30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屏幕亮度下降。云台模式 RoboPhone 在45分钟的时候出现了过热停止录制的情况，电量还剩83%，但是收纳模式呢，它能够继续录制。那这个时候2台手机的云台还有镜头模组附近的温度都会变得非常的烫手，落在实际使用的话，我建议你是拍拍停停，而不是长时间去用它，或者是配上一个官方的这个散热风扇，他们确实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提供了一个风扇，可以改善一些过热的问题。而且我们发现这次我们所拍摄的一些样片素材，因为设备发热会出现一些掉帧的情况，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画质下降，所以我挺希望荣耀能够在后续的更新里面再优化一下热管理，这样 RoboPhone 可用性能够再上一层楼。但就是你会注意到，这次虽然我们讲了很多的缺点，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态度来讲它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荣耀敢把这个产品给产品化已经很值得尊敬了。我不知道各位和我想的是不是一样，就是他们敢把这个东西量产，这个勇气我觉得挺夸张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清楚这个产品不会卖太多，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让这个行业变得更有趣了一些。并且据我所知，这次 RoboPhone 也只是荣耀准备的前菜，等到未来荣耀 Magic 9也会应用到这套阿莱的影像技术，那才会是荣耀给大家的主菜。所以这个手机你觉得你会想买吗？我应该会买一台，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独特。如果你朋友想买的话，也欢迎转发这个视频给他，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因为我们优点缺点我觉得应该都讲了。那也欢迎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这么的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还有，我们身上还有这件全新的凉拌2.0，真的好穿，真的好穿！哎，来我看，凉感抗菌防螨，速干防晒。回节目。一件只要79哦。